狼王渡劫时不幸被天雷劈晕，恰好被一只小白兔救下。可这只小色兔不仅趁狼王昏迷，对他又捏又弱，占尽便宜，甚至还偷走了狼王从娘胎就保留的初吻，并且还在他吃干抹净之后，无情地丢下狼王，提起裤子撒丫子跑路。然而他不知道的是，整个过程中狼王的意识其实一直清醒着的，只是身体一时半会儿动不了而已。恢复法力后，狼王简直气得原地爆炸，身上冒出的寒气直接把方圆10里内的花花草草冻成冰雕。等到手下们赶来时，只看见他们那个有洁癖到病态的狼王，此刻竟衣服凌乱，发丝飘散，脖子上好似还印着一道草莓状的红印子。雪狼们顿时腿一软，差点跪了。整个兽氏大陆谁不知道，他们的雪狼王可是北区无可争议的王者，是哪个不要命的兽敢趁王渡劫虚弱时对他下了黑手？此时雪幽尘冷声命令道：“哪怕掘地3尺，也要把那个雌兽挖出来，一旦发现，格杀勿论。”雪狼属下们一听，瞳孔瞬间地震，居然还是个雌兽，他到底对我们的王做了什么事儿？众狼接受命令后，正准备全力搜查，可突然间，雪幽尘脑中浮现出一双清澈又灵动的眼睛。那雌兽外表娇娇弱弱，可却能承受得住他全身气息。昨晚他脸颊泛红，像朝霞映着血光，虽然记不清他的脸，但那温软香甜的触感却越来越真，甚至还有他留下的淡淡体香在记忆里盘旋。雪幽尘清冷的眸子暗了几分，随后开口道：“都停下！”雪狼们闻言又立刻飞奔回来，个个乖乖跪下等着新命令。先撤回去吧。闻听此言，大家全都一脸懵圈，根本不懂王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但却又不敢多问，只敢在心里悄悄猜测，到底是哪位雌兽这么有本事，踩了王的雷区，还能被王轻轻放过。而此时另一边，白之翼刚逃回部落家中喘口气，可一想到刚才的那个场面，就忍不住后背发凉。昨天他还在末世用异能打丧尸，谁知被炸弹炸死后，魂穿到了兽氏大陆，成了一个美貌的雌性兔兽人。原主本是大陆中心地区的皇族公主，可在成年里测出生育力为0，同时还被验出是个假公主，于是家族立马将她扫地出门，原身也因此灰溜溜的回到了北区最穷的兔族原生家庭。爹爹早死，娘亲体弱，大哥上山打猎，二哥昏迷不醒，像个植物人。万幸族长舅妈偶尔会给他们施舍点肉吃。原主有天得知，只要能成为北区兽王的伴侣雌兽，就能一飞冲天，享受贵族的生活。而这位兽王正是那位刚被他检视过的雪幽尘，因此原身不管3721，趁着雪幽尘渡劫虚弱时给他喂了合欢花，这才有了昨晚的一夜。回忆至此，白之翼满脸无语的扶额。不过虽然地狱难度开局，但好在自身的木系异能和随身空间还在，只要不被狼王抓到，在兽氏混口饭还是没问题的。没多久，白之翼回到白家，从昨晚到现在水米未进的他，看到家人都在，便自顾自的烤了点肉吃，可吃了几串肚子还是咕咕叫，而那种必须吃饱的感觉也越来越强烈。他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，却连颗米都没有。想到瘦骨嶙峋的大哥和娘亲，昏迷的二哥也像个皮包骨头，他立马出门，跑到河边捉了10几条肥美的鲤鱼，又在林边打了一只鲲兽，捡了几颗鲲蛋，还趁机吸收了不少植物能量。木系异能小升级一波。娘亲和大哥回到家时，脸色都不太好看，两人外出打猎一整天，结果连只小鼠鼠兽都没抓住，本以为今晚又得饿着肚子了，谁知刚走到门口，就闻到一股香到犯规的味道，莫非是饿出幻觉了吗？然后推开门一看，发现居然是白之翼在院子里热火朝天的忙活。此时的他已经把肥鱼去了刺，做成了鱼丸，鲲蛋也煮好了，留下了蛋壳当做餐具。看到两人进门，他贴心的把吃的递过去，说：“娘亲，辛苦了一天，饿坏了吧？今天我抓了好多好吃的，快尝尝。”白鹿一听，感动的眼眶都红了。女儿你吃，娘不饿。他下意识的想把果腹之物都留给孩子，但在女儿一脸期待和催促下，他终究还是接过来了。这一口下去，被味道惊讶的眼睛都瞪大了，这东西居然这么香。白鹿以前只吃过腥气冲天的生鲲蛋，这次煮熟的鲲蛋好吃的让他停不下来，完全刷新了他对鲲蛋的认知。旁边的大哥白川更是一口气连吞好几颗，嘴里连连夸赞着：“妹妹太厉害了！”一家人终于吃了顿热腾腾的饱饭。而与此同时，远在雪狼王族那边，雪幽尘正稳固境界时，突然感应到一股强烈的血脉链接的心灵感应。他猛地睁眼，难以置信地按住跳动的心脏，怎么可能？他居然有了自己的孩子了！要知道，兽氏大陆的普通雌兽是极难孕育王的子嗣的，更别提他还曾在魔兽大战中受过伤，而唯一碰过他的雌兽，就只有昨晚那个看起来瘦弱的小白兔。虽然听起来不太真实，但那血脉感应却是如此的清晰。他一发话，雪峰和雪雷立刻现身跪下，把那只雌兽的消息查出来。属下遵命。狼族对气息异常敏感，只要有残留，就能顺着他一路追查到人。等两个属下离开后，雪幽尘那双原本冷静的眼中浮现涟漪，一回想起他那一夜的娇喘和红晕，他哪还有心思修炼，干脆泡进深山的白骨寒池中，想用寒意压下躁动情绪。而另一边，白之翼吃饱喝足后，躺在石床上进入了梦乡。半夜迷迷糊糊间，梦见了一只浑身毛茸茸白白的小狼幼崽，软萌软萌的，用水灵灵的眼睛看着他，让他的心都萌化了。第二天醒来后，他坐在石床上打量着洞内以及简陋的小院。虽然兔兽自带毛发御寒，可一到冬天大雪封山，冰寒刺骨的环境还是让他们感到冷得要命，必须趁现在多囤点过冬食物才行。吃完早饭，他就准备跟村里的采摘队一起进山找吃的。于是，一行6人小队出发了。刚进森林没多久，白之翼就发现了一大片胡萝卜，他眼睛顿时一亮，果然原始森林里到处都是宝贝。他拿起古刀立刻开始刨土，可在旁人看来却像是在草地刨着草，那些草怎么看也不像有吃的。直到他挖出一个大萝卜后，才笑着对他们解释：“这个叫萝卜，也是能吃的好东西哦。”众人看到地底下还能长出跟脑袋一样大的果子，顿时惊呆了。但还有兽人比较谨慎地问：“这个真的能吃吗？
我们以前出来采摘食物，可有的看着像是食物，但吃了却生病，甚至还会丢掉性命。所以他们出来采摘食物，要是碰到不认识的，宁愿不采也不敢乱来。白之义听后没有正面作答，他拿起骨刀轻轻一刮，把萝卜皮削得干干净净后，直接咬了几大口，3两下就把整根萝卜啃完了。来兽是体质容易饿，肚子压根撑不住太久。二来也是想当众告诉兔兽们，萝卜没毒。他一脸笃定的开口：如果你们还不放心，那就等等，看我会不会出事。我要是平安无事，你们再来动手挖这些萝卜也不迟。众兔兽们震惊的说不出话，眼神立马从戒备变成了钦佩。谁能想到他竟然敢亲自试毒，真豁得出去命啊！要是这萝卜真是食材，那他可是整个部落首个发现新食物的功臣。就凭这点，封他为最勇猛兔勇士都不夸张。被大家一双双崇敬的眼神盯着，他都有点不好意思了。毕竟他可是从末世穿过来的，脑子里储备的知识简直够写百科全书。他知道这玩意儿叫萝卜，根本没大家想的那么英雄那么感人。就在他正蹲地里忙着挖野菜时，2只狼族手下已经把调查的情报送到了他们王的手上。雪风雪雷都快哭下了，他们家那个气质出尘、风华绝代的像仙兽的王，怎么偏偏被中区皇城那个臭名昭著的恶女给糟蹋了？想想都委屈的想流泪。都是我们这些属下没保护好王，竟然让白之义那个雌兽混到王身边。不过王您放心，那个白之义现在落到兔子堆里了，只能靠啃草为生了。我们发现他的时候，他正在刨地找草吃，还说那玩意儿能吃，用不了我们动手。他光靠吃草，估计1个月就得饿死。雪雷话还没说完，就被雪幽尘一个冷得像刀子的眼神瞪得进了声。他立马闭嘴，大气都不敢喘。王这是动怒了，难不成他说错什么话了？雪幽尘收回冰刃般的视线，低头继续翻看手上的资料。原来他叫白之义，就是那位中区兽皇的前未婚妻，那位声名狼藉、被骂到地心的恶女。她的标签多到吓人，残害同类雌兽那档子事也传遍了兽界。可不知为何，他总觉得他不像是那种会干出那种事的雌兽。脑海中不禁又浮现出那一晚的画面，他无发如瀑落在耳侧，肩头冰洁如玉，轻轻颤抖着，眼神却清澈得像一汪泉水，哪怕是在求饶时，声音都娇柔到能捏出水来。一想到这里，雪幽尘的指尖都微微发热。2只狼应声恭敬退下。此时天色已晚，白之义在兔族众人都沉沉睡去后，他悄然起身，切换成兔形态，蹭蹭蹭地冲到白天发现栗子树的那片林子，找到几棵还没熟透的板栗树，启动他的木系异能，没多久便催熟了它们。然后捡了根足够长的木棍，冲着树上的板栗球一顿猛敲。但他现在这小身板太弱鸡，敲起来真是又慢又累，而且肚子还隐隐有些莫名的沉甸甸，就像压了块石头一般，让他只是敲了几下就累得气喘吁吁。白之义忍不住嘀咕：要是来一阵风就好了，把这些全吹下来就好了。结果下一秒，一阵强风突然吹过，树上的板栗球哗啦啦的全都落在了地上，关键是还精准的绕过了他，没砸着白之义身上一点。他眼睛一亮，真被他说中了。白之义兴奋的像捡到宝一样，慌忙的把栗子往空间里塞，可捡着捡着，他隐约觉得有点不对劲，缓缓抬起头，结果就看到一位被月光镀上光辉的绝世美男正站在不远处。他一头漆黑长发披散着，整个人沐浴在月光中，仿佛从山林中走出的神灵，仙气飘飘，美得让人窒息。他看傻了眼，还以为自己出现了幻觉，可当看清那俊美冷冽的脸时，被他故意忘掉的记忆一下浮现了上来。这不是昨晚那个雪狼王雪幽尘吗？他不会是来清算的吧？他转身就逃，带回到部落窝里，左右看看都没人追来后，他才终于松了一口气。虽然不知道那狼人突然冒出来是想干嘛，但本能告诉他得离他远一点，命保得住。雪幽尘望着早已跑没影的白之义，原本平静如水的眼眸悄悄晃了一下，又溜了。他抬眼望着眼前的板栗树，低声自语道：你该不会就喜欢这些吧？那一晚，白之义在床上翻来覆去，愣是睡不着，直到后半夜才昏昏沉沉的睡去。因为他一闭眼，脑子里全是雪幽尘那张逆天的脸。第二天一大早，他被一阵喧闹声吵醒了，耳边隐约传来些怪怪的话：这堆板栗是你让人准备的吗？我没有啊，这不是你们昨天摘回来的。昨天那些板栗根本没熟，压根踩不动啊！可一夜之间，这院子里居然堆满了板栗，关键是毛刺壳全都去了，直接就能吃。白川一脸震惊地说着，白之义心头一闪，一个翻身就从岩洞跳到了院子。只见院子角落整整齐齐码着一堆板栗，全都去刺，可处理好，像是给他量身准备的似的，贴心的简直离谱。白之义环顾四周一圈，心里一个机灵，不会是昨晚那雪幽尘干的吧？你知道这事？闻听此话，白之义连忙打马虎眼道：昨天晚上我睡不着，就去外面捡了点熟板栗回来，这些能囤起来冬天吃。白鹿皱着眉问他有没有磕着碰着，身体还好吗？白川也在一旁紧张地盯着他看。白之义安抚道：别担心，我就在部落附近转转，一点问题都没有。白鹿这才放心，以后想吃什么告诉娘，别大半夜自己跑出去，太危险了，哪怕就在家门口也不行。白之义连忙点头，他是真不敢在半夜乱跑了。雪幽尘果然不是一般人，那身上的威压感简直能把人拍晕。兽氏大陆最强等级就是9阶异能，听说他已经是9阶巅峰，光动个脚趾头都能把他秒成渣渣。结果他今天竟然直接把板栗送到他家门口，这是在敲打他，
还是表态他已经知道他的住处。一想到这，白之毅整个人都蓝瘦香菇了。小伙伴喊他一起出去采摘，他硬是没敢动地方，生怕又撞上那尊大神。等大家都出门了，白之毅才悄悄溜到二哥白磊躺着的地方，伸手一把脉，发现二哥的情况依旧没变，他还没找到真正的灵药，只能靠木蜥蜴能一点点的帮二哥清毒。时间久了，二哥应该能醒。这几天，白之毅几乎都缩在家里不出门，不过他娘白鹿却每天大丰收，猎物多到都快堆不下了。白之毅也变着花样下厨，给家人做好吃的。饭桌上，白鹿感慨万千：最近这运气好的不得了，天天遇上被追伤的野兽，我和你舅舅轻轻松松就拿下了。你放心吃，不够娘再出去给你打几只。因为连续几天的收获，白鹿信心暴涨，她能感觉到女儿饭量越来越大，但还好自己打猎也越来越有手感。白之毅也察觉了自己现在怎么吃的越来越多，而且饿的也越来越快。虽然他努力节制，可每天大半的食物还是进了他的肚子。但娘和大哥却看他眼神都亮闪闪的，因为白之毅刚被赶回来那会，话也不爱说，饭也吃不下，瘦得跟猴似的。如今能吃能笑，家人看着他都乐开了花。白之毅从没怀过崽，所以压根没意识到自己为啥能吃得这么猛，并且打猎这事儿，白之毅是真有点摸不着头脑。他娘最近运气爆棚，打猎次大丰收，几乎天天都能扛头野猪回家。要搁以前，2-3天猎杀到一只野猪都得谢天谢地，以至于他这几天大鱼大肉吃的嘴都腻了，竟然开始惦记起大米饭和馒头香了。吃完早饭，他就喊上之前一块采摘的小伙伴们，还拉上大哥白川一起上山找吃的。小伙伴们得到消息后，全都激动的不行。白之毅，你终于肯出山了，太棒了！你上次教会了我们挖蘑菇和胡萝卜，我们最近又挖了一堆呢。哪怕家里人打不到野兽，咱也不怕饿肚子了。还有，谢谢你教的蘑菇萝卜汤做法，煮出来那味道香翻了，直接生吃那根本没法下嘴。大家七嘴八舌的围着他说个不停，眼里全是光。知意被大家的热情逗得咯咯笑。一行人浩浩荡荡上山去，知意说往哪走，大家就屁颠屁颠的跟着走。走到半途的北边时，他顺手采了些木耳，还教大家怎么泡木耳，怎么炒才好吃。大家听的那叫一个认真，眼睛都亮得跟灯泡似的，个个冲着木耳就开挖了。知意在附近晃悠了一圈后，结果又让他发现了红薯，眼前顿时一亮，有红薯那就能搞糖做淀粉了。他赶紧挖了一大堆丢进空间，心里想着用一些红薯做主，明年春天就在部落边上开垦块地，够大家吃上一辈子的。然后他把大家喊过来，告诉大家这个叫做红薯，只要用水煮一煮就能吃。大家听了都激动的不行。白之毅，你也太牛了吧！这才多久，又发现新食物？以前我们兽人压根不知道这些能吃，红薯全没人动过，满山都是。现在知道了，简直就跟进了食物宝库，家里有吃的就安心多了，不怕打不到猎物了。说完，大家就一窝蜂开挖，不一会儿功夫，背篓就全装满了。岩阳感慨着道：还好有这些野菜顶着，最近猫族狩猎的频率太猛，很多野兽都被他们猎杀了，我们兔族能打到的猎物都变少了。白草草皱了皱眉，猫族是不是故意针对我们兔族部落？秋实摇摇头，可能不是，我爹娘打猎时不小心听到他们说话，说是要给他们未来的部落添椒补吃的。白之毅听到这神情一动，是卡塞吗？卡塞就是他大哥白川的前妻，2年前大哥刚成年时就是5阶勇士，作为当时兔族里的强者之一，大哥被选中跟猫族族长的闺女卡塞连了婚，可新婚夜却被猫族族长强行灌下鹿血酒，让大哥直接昏了一整晚。第二天醒来后，实力直接从6阶掉到了2阶，卡塞开始嫌弃他，当场就把他扫地出门赶回兔族。居然是他，听说他已经突破6阶了。怎么可能？他之前不就3阶吗？不过刚成年有3阶也挺猛。咱家娘白鹿年轻时就是6阶啊，他当时在皇城可是被各大部落的追捧和争抢，只是自从去了中区皇城一趟回来后就失忆了，实力也从6阶掉到了3阶，这些年一直都没什么起色。还是前段时间白之毅回来后，我们才知道他当年居然把亲闺女都忘在了皇城。猫族跟我们一样都是低等部落，因此卡塞能爬到6阶真的太不可思议了，说不定什么时候就被皇城哪个权贵雄兽看上了。我还听说他都快成雪狼王的伴侣雌兽了。听到这话，众人脸色齐刷刷变了。这话可不能乱说啊！是猫族那些狩猎勇士说的，不是我编的。兔族众人没人希望猫族和雪狼族有啥勾连，平时狩猎的时候猫族就老欺负兔族，大家提起卡塞和猫族没一个有好印象。这时白川低下头，双拳紧握，满脸都是自责。知意摸着下巴分析起来，所以说最近才不好打猎。白草草点头，就是这样。然而知意越想越觉得不对劲，这几天猎物明明少得可怜，可娘亲和舅舅偏偏天天都能背着满满一堆的食物回来，关键娘亲说的还很轻描淡写，一点都不费力的样子，这就有点耐人寻味了。他突然想起那天早上醒来院子里出现的栗子，心里咯噔一下，难道是那个人？随后他又摇摇头，不可能吧，我居然以为那是雪幽尘搞的。原主名声那么臭，雪幽尘作为北区王兽，随便一查就能知道他的底细，怎么可能帮他？我可没这么大脸。白之毅想了片刻后开口，咱们先撤回去，
得找个时间探探猫族那边到底啥情况。他总觉得猫族好像在故意整他们兔族，要真是这样，他可不会手软对猫族下狠手。正打算往回走的时候，白之翼忽然耳朵一动，听见了动静，众人立马噤声，赶紧躲起来。白之翼话音刚落，大家迅速变身兔子钻进了周围的动物。没过多久，2个猫族雄兽路过此地，刚才好像听到点动静，怎么啥都没瞧见？可能咱来得太晚了，他们走远了。可真便宜他们了。要是逮住几只战斗力不错的兔兽，咱们这回肯定能立大功。但关键是得先把白川找出来，先弄死他，然后再灭了兔族一族。这样卡塞嫁给那个兽夫的事就能彻底抹干净，更方便他做雪狼王的正牌此伴。当初原本算计让他死在野兽爪下，结果他命硬跑了出来。这2个猫族都是4阶强者，自信得很，所以才敢来兔族地盘上巡逻。他们一边聊一边走，压根没察觉兔子们就在旁边，反倒是白川听得脸都白了，双手死死扣着树洞边，强忍着情绪翻涌。白之翼默默聆听，整个人却如寒冰笼罩，眼神里满是杀气。2个猫兽继续说着，就算白川逃了也无妨，勇士们早已围攻他们部落首领和白川的娘，只要抓到他们，白川自然就得现身，到时候想宰他轻而易举。而且兔族没了首领，咱们直接拿下他们部落也是轻松事。话还没说完，一阵冷风陡然刮过，树叶瞬间枯黄飘落。那是白之翼动用了木系异能，唰的一下，他瞬移到一名猫兽面前，刀光一闪，当场结果了对方。另一只4阶猫兽反应过来，立刻朝白之翼出手。白之翼刚强行吞噬自然灵气，提升实力，身体一时吃不消，肚子都有点抽疼，但他顾不上这些，今天他必须杀了他们。他白之翼最护短，谁敢动他家人，那就死。这时候白川他们也反应过来了，纷纷冲出来支援。白川第一时间就冲到妹妹面前，哪怕没啥战力，也要拿命护妹妹。白草草咬牙爆发，腾空一跃，直接挡在白之翼身前，手中利刃劈向猫兽。其他人也没闲着，迅速挥动骨刀抵挡猫兽攻击。可就听咔嚓一声，他们的骨刀竟被震得碎裂开来。在场最强的也才3阶，打起4阶来差距太悬殊。但就算如此，他们也拼了命要护住白之翼。猫兽暂时被牵制住，给了白之翼喘息机会。看着众人都受了些伤，白之翼心中五味杂陈。他咬紧牙关，举起手中骨刀，然后汇聚全部的木系异能，抓准机会一刀刺向猫兽的咽喉，一击完成击杀。但还没高兴半秒，白之翼的肚子就一阵剧痛，头也开始发晕。他赶紧扶住身旁的树，强忍着恶心感。之翼，你怎么了？之翼，你还好吗？我们赶紧送你回去。大家都顾不得震惊他的战力，一窝蜂上前关心他。白之翼稍微缓了口气才开口：我没事，辛苦大家了，真的谢谢你们。他看着伙伴们的伤势，满脸愧疚道：等回去后我给你们治伤，先回部落等我。说完，白之翼变回兔子本体，正要往另一个方向奔去时，白川一把抓住他。他已经猜到白之翼要干什么了，但白之翼头也不回：我非去不可，我不会有事，你快带大家回部落，告诉所有兔兔立刻进入战备状态，我担心猫兽会出其不意地杀进我们部落。听到这话，大家这才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。此时此刻，保住部落才是关键。说完后，白之翼再次凝聚异能，他记得母亲的气息，能大概感应出模糊的方向。确定方位后，他便化作一道光影飞驰而去。而此时，白鹿正和白之翼舅舅并肩作战，6个猫族勇士把他们团团围住，眼看骨刃就要刺中白鹿，白之翼顾不得其他，一头冲进包围圈护住娘亲，急速吞噬异能横扫全场。可他的身体也因此超越身体极限，顿时喷出好几口血。白鹿惊呼了一声，脸色吓得惨白一片。白之翼整个人都快站不稳了，他本来算准了异能不会溢出，可怎么肚子突然这么疼，疼得他连异能都凝聚不出来了。与此同时，正闭关中的雪幽尘似乎察觉到了什么，立刻破关而出。他经过之地，寒气如潮水般蔓延，吓得雪狼们个个脸色大变，一时间以为是魔族杀到了。可部落没有传来任何战鼓声，这才意识到主子是主动终止闭关出山了。众人心里满是困惑，修炼中途出关，对修为可不是小事，主子究竟遇到什么了？雪幽尘风驰电掣般冲到白之翼身边，一手扶住他几乎倒下的身子，同时衣袖轻轻一挥，那6只猫兽像破布一样被扇飞了出去800米远，个个倒地吐血，再也爬不起来。还没等他们开口求饶，身子就直接炸成了一片灰烬，看得白大山瞠目结舌。等他转头看雪狼王时，双手双脚都不知道往哪放了。白鹿也只觉得身体发出的很，这辈子哪想到他们这些小小的兔手居然也能见到雪狼王了，更别说雪狼王还怀里抱着他闺女，他连动都不敢动，更不敢开口问。那身上冷冽到极致的气势，让他们连迈步都不敢了。场面突变让白之翼一下愣住，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一股温暖的力量就缓缓注入了他体内，原本剧痛的肚子也慢慢缓和了下来，全身都轻松了不少。白之翼猛地睁大了眼睛，这才看清眼前俊美的像画中仙的人，正是雪狼王本人。他吓得整个人条件反射的一缩，雪幽尘轻轻按住他，柔声道：别乱动。因为白之翼吸收异能过量，身体被严重反噬，他正将自己的力量渡给他，为他修补受损的身体。在他治疗下，白之翼只觉得浑身像泡在暖泉里一样舒服。他怔怔看着雪幽尘，不得不说，他真的帅得离谱，光是盯着他就忍不住回忆起那天晚上的事，一些画面不受控制的浮上脑海，让他一阵脸红心跳。雪幽尘眉头微皱，见他情况稳定了，才抬手替他轻拨散落的发丝，温柔道：今天别逛了，
他的声音冰冷中带着低沉磁性，那尾音一挑，轻易就能撩动人心。白之意有些尴尬的抽了抽嘴角，现在他被他抱在怀里，身体虚弱的连走路都困难。他不是不想逛，他是怕被这位大佬找事清算。毕竟刚才他随便一挥衣袖，6只猫兽就被秒成了灰，这实力堪称恐怖如斯。白之意眨了眨眼，轻声道：“雪幽尘看着他那双干净水润的眼睛，心头忽然软了一下。他低声说道：“你怀了我的孩子，照顾你是我应尽的责任。”这句话就像一颗炸弹突然扔了下来，白之意脑子瞬间炸开。你说什么？我怀了你的孩子，一次就怀上了？之前他根本没往这方面想，现在一下子联想到好些异常，比如最近老是梦见一只通体雪白的小雪狼，饭量大了，吃完还总是饿得快，还有刚才一用木系异能，肚子就开始剧痛。他突然惊喜地睁大了眼睛，摸着肚子一阵激动。我宝宝没事吧？我真的不知道，我刚才身体有点受伤，会不会伤到他？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真的很喜欢宝宝。雪幽尘看着他一脸担心的模样，伸手轻轻揉了揉他的发顶，温声安慰：“别担心，他很好，一点事都没有。谢谢你愿意为我孕育子嗣，我知道这会很辛苦，接下来我会好好照顾你。”白之意这才松了一口气。那就好。等雪狼王雪幽尘亲自抱着白之意回到部落后，整个兔族部落瞬间沸腾了。雪狼王不但干掉了来偷袭的猫兽，还把白之意肚子里的孩子也保护好了。兔兔们喜气洋洋，觉得从今以后部落稳了，再也不怕猫兽来犯了。山洞里，白之意坐在石床上，看着床躺着一个气质清贵的贵胄，总觉得自己这个破山洞怎么都配不上他这股仙气。他能来真是太委屈他了。但雪幽尘却一点都没有不自在的样子，温柔开口：“你身体还有哪儿不舒服的地方吗？”白之意摇头道：“没有了，现在感觉好多了。”吃下雪幽尘给的灵丹后，本来像碎掉的身子，现在只是有点虚弱。他还给他灌了大量力量，那些可是珍贵无比的能量，他却毫不犹豫地给他用上了。原本看着冷若冰霜的这只大白狼，其实温柔的让人心里发软，尤其那双眼睛带着浓浓的关心。可白之意心里还是不敢多想，毕竟他是因为怀了他的孩子，他才这样待他。白之意对上雪幽尘的眼神时，只觉得那双绝艳的眸子能把他的魂都勾走，心跳得跟鼓似的。他心头一慌，低头小声说道：“那天晚上其实我不是故意的。”话一出口，他真想咬掉自己舌头。这种鬼话说出来谁信啊？那合欢花分明就是他下的，虽然是原主干的，但他刚穿越过来，现在就是他了。雪幽尘没说什么，只是淡淡的开口：“那你为什么要逃？”白之意猛地抬起头，心虚的要命，都不敢直视他那眼神。雪幽尘仔细看着他的神情，得出结论。白之意睫毛轻轻一颤，内心慌的一批：“你是雪狼王吗？我是一个普通兔子，还因为合欢花跟你，我怕你生气，所以想着我要是躲远点，这事是不是就能当没发生过？”他试图解释，不是想靠孩子攀上他，他只是想回家陪家人过点平静日子。说完这番话，白之意感觉周围气息瞬间冷得发慌，空气仿佛都凝固了。雪幽尘微眯着眼：“你是想一笔勾销，睡完就溜，用完就扔？你撩完人家，现在当什么都没发生？”他的声音冷到刺骨，释放出来的寒意仿佛能穿透骨头钻进心脏。白之意只是感受了一下这威压感，就知道他是真的生气了。这语气怎么听都像在说他是个没责任心的渣兽。他忽然想起，这是兽世大陆啊，要是雌兽睡了雄兽又不负责，确实挺过分的。现代人的逻辑在这里完全颠倒了。他本来以为雪幽尘是兽王，肯定不屑让他负责，巴不得他滚远点，但现在看好像不是这么回事。白之意眼神飘忽不定，不太敢看他，支支吾吾道：“是跑了，我就是一晚上没回家，怕我娘他们急，想着赶紧回去看看。”雪幽尘眉头一挑，没戳穿他，只是似笑非笑地盯着他。那然后呢？白之意只好硬着头皮继续说：“你是雪狼王啊，我们北区的兽王哪会看得上我这种小兔子？而且我名声也不好，不敢多想。”雪幽尘低声开口：“你既然知道我是谁，那也该知道，招惹了我，就别想当做什么都没发生过。我可以补偿吗？”白之意伸手轻轻扯住他的衣袖道：“你想要什么？”雪幽尘定定地看着白之意，那双眼睛如同漩涡一样，仿佛要将他全部给吞进去。白之意突然间感觉到口干舌燥，只是被他眼神一看，全身都仿佛酸软起来。白之意咽了咽口水道：“你想要孩子吗？”雪幽尘伸出手来，轻轻撩开他的头发，手指轻抚他的唇瓣，眼底带着势在必得的神色。此刻的他身上气势释放出来，没人能拒绝他。雪幽尘手环住他，直接吻了下来。白之意全身狠狠地站立了起来，他发现身体不受控制的想迎合，全身都仿佛过电一样酥麻的厉害，渐渐地吞噬着他所有的气息。过了许久，雪幽尘才微微放开白之意。此时白之意软得一塌糊涂，整个人只能靠在雪幽尘的怀里平复呼吸。雪幽尘就这样抱着他，轻抚他的长发，缓缓低头在他耳边道：“你怕也没用，逃也没用，招惹了我便不能当做什么都没发生。从今往后，我是你的受夫。”他要的是他的全部。白之意听到这番霸气十足的话，只觉得心都狠狠颤动了。受夫，雪狼王雪幽尘成为他的受夫，这是白之意想都没敢想的事情。白之意也知道，在绝对的实力面前，他的任何反抗都没有用。不过雪幽尘做他的受夫，他真的不吃亏。不过似想到什么，他开口道：“
那你也不能跟猫族卡塞扯上关系。他要为大哥报仇，绝对不允许卡塞攀附上雪幽尘。若是卡塞真的攀附上雪幽尘，背后有雪狼族撑腰，他要为大哥报仇就很难。听到这句话，雪幽尘清冽的眼眸中眼波似水，神色比刚刚柔和了一些。他好似宠着他道：“没有别的雌兽，除了他没有任何兽。”他要是惹你不高兴，雪幽尘轻飘飘地说出这样一句话来，仿佛只是最简单的一件事，或者灭了整个猫族。只要你高兴。白之翼心弦狠狠一颤，他看向雪幽尘，对上他温和又淡漠的眼眸，意识到他是认真的。白之翼可不敢拿巧雪狼王，我自己来解决吧。他不是依靠别人的人，若是依赖成习惯的话，他怕自己沉沦就变得不是自己了。眼下因为雪幽尘的出现，猫族任何猫兽都不敢再对兔族做什么，正好方便他为大哥报仇。本以为要好好解释一番，没想到他只要说他就答应，好像很尊重他的想法，很支持他一样。这种感觉让白之翼心里其实挺舒服的。他定了定心神，待平顺呼吸后问道：“那天的板栗是你送来的吗？你喜欢吃，我再多弄一些过来。那些就足够了。家里地方小，食物太多储存不了，空间又不想暴露。还有我娘，我舅舅最近打猎，猎物增多，也是你安排的吗？”是他让手下安排的，只是这2天有别的重要的事情，他调手下去处理，却没想到就是调离这2天，就发生了意外。雪幽尘眼底掠过一道危险的暗芒，虽然之前白之翼心中有猜测，但却不敢相信，心里若说不触动都是假的。想象中的报复没有，倒是多了一个兽王做兽夫，估计能气死想要成为雪幽尘兽夫的卡塞，这样挺好。白之翼眉眼弯弯，露出一个明亮的笑容，甜糯道：“这几天因为那些食物，我没有饿肚子。”雪幽尘清润道：“以后你也不会饿肚子，我来照顾你和孩子。”白之翼真诚地感谢雪幽尘，这几天担心的心情也落到了实处。随后白之翼继续解释道：“我大哥本来有5阶实力，但从猫族回来实力就没了，我怀疑跟卡塞有关，而且他们还想杀了大哥，所以我想弄清楚这件事再报仇。”雪幽尘眼底掠过一道忧色，冷冽道：“你大哥被挖了天赋谷，实力被掠夺了。”听到这句话，白之翼心中一惊，所以我大哥是被卡塞算计了。卡塞突然间从3阶到了6阶，是因为夺了我大哥的天赋谷力量吗？雪幽尘安抚地摸了摸他的头发，闻声解释道：“只有极少数的兽生来便有天赋谷，修炼速度快，能快速提升自身力量。你娘拥有天赋谷，只是10多年前碎裂掉了，所以实力变弱。你大哥天赋谷没了，所以现在才没有任何实力。一般来说，没有人能挖去对方的天赋谷，除非拥有魔族血脉。魔族有的人能吞噬别人的能力为己所用，当然必须对方对这个人毫不设防，极为信任，才有一丝可能成功，否则也是九死一生。若是猫族人做的这件事，便涉及到魔族的事情，我来处理，你不必操心。”白之翼也意识到这件事可能牵扯甚广，比较棘手，涉及到魔族的事情，暂时不是他能参与的层次。过了一会，白川轻轻拍了一下山洞中间的草帘：“我刚刚蒸了一些红薯，还热乎着，现在可以拿进去吗？”他也是才从娘那里知道，原来妹妹怀了雪狼王的孩子。白川心中激动不已，他要当舅舅了。他生怕妹妹和妹妹肚子里的孩子饿着，赶忙将红薯蒸熟了。白之翼也闻到了红薯香味，他看了看雪幽尘，雪幽尘点头道：“这里是你的家。”言外之意，这里的一切他自己做主，让白之翼内心有一种被尊重的感觉。他笑着开口道：“你进来吧。”白川用叶子包着红薯，用篮子提着装了好几个拿了过来。待看到雪幽尘，白川还是能感觉到一股强大的威压，都感觉无法呼吸了。白川要跪下行礼，他怕给自己妹妹添麻烦。雪幽尘手指一动，一股力量拖着白川，没让他跪下。“我是知意的兽夫，大哥不必行礼。”这句话让白川都仿佛被雷劈了一样，反应不过来。兽夫？白之翼点头道：“是这样，你是不是回来后经常觉得骨头那里疼？”白之翼用手指了指大哥后背骨头那个地方，白川愣了一下，然后用手捂着后面的地方。其实没事。他努力想掩饰点什么，但看他的神色，白之翼如何能不清楚？你可能被卡塞算计了，你的天赋、你的能力都被卡塞给夺去了。他正是因为夺了你的力量，才会在短时间内提升到6阶。白川听到这番话，脸色大变，脸上的血色都一下子褪去了。一直以来想不明白，甚至怀疑的事情得到了证实，让他的心中极为痛苦。白川自嘲一笑：“原来如此。”白之翼看着大哥这个样子，担心道：“你不要担心，你的实力一定会恢复的。”他希望看到意气风发、自信爽朗的大哥。白川平复下心中翻涌的情绪，将红薯递给妹妹，便识趣的快速退下去了。白之翼把红薯递给雪幽尘道：“这是蒸的红薯，你尝一尝。”雪幽尘接过白之翼递过来的红薯，清冽的眼眸露出微微诧异的神色：“这是食物？是他从未见过的食物。”白之翼笑盈盈道：“这是我们在后面山林里挖的食物，这叫红薯，很好吃的。”白之翼说着，剥开红薯皮开始吃了起来。看着白之翼眉眼弯弯，脸上带着甜美的笑容，雪幽尘意识到他喜欢吃这个。山上挖的食物吗？雪幽尘学着白之翼的动作剥皮，然后吃了起来。白之翼眨巴着眼睛，用期待的眼神看着他道：“
为他怎么样？雪幽尘看着他的眼神，突然间觉得有些好笑，温雅道：“他想到属下调查来的消息，说他那会只能挖草挖地里的东西吃。”他有些头疼的捏了捏眉心，是认知的错。白之意明媚一笑，带着自信耀眼的光泽。在别的兽人眼中，我们北区多么不好。其实我们北区的山林里物资太丰富了，食物很多。更何况明年开春，他就打算带着部落众人开辟田地，种植农作物。所以到那时候，哪怕不狩猎食物，都能自给自足，甚至都可以养一些鸡鸭鹅，让他们下蛋吃。北区的大雪也很漂亮，只要搞好了基建，冬天就不会冷。雪幽尘心神一动，看着他的时候神色更加温柔。雪幽尘想说什么，但看到他嘴角沾着的一点红薯，他拿出手来，轻柔的给他擦去，指腹轻轻擦过白之意的唇瓣，沁凉的温度带起的触感，让白之意感觉自己嘴唇都酥麻过电了，心都更是颤了颤，忍不住心中腹诽，不动声色间都能撩人心魄，让他招架不住。美色惑人，真要命啊！吃过早饭后，雪幽尘便交代白之意照顾好自己，他则回去雪狼族要处理一些事。猫族那边的事情需要处理一下，我先回去一趟。涉及到魔族的事情并不是小事，这意味着有魔族血脉混进了北区。白之意也意识到这件事的严重性，他认真道：“我能照顾好自己。”不过他也有些担心的看着雪幽尘：“你要小心。”雪幽尘感觉有太多的话想交代他，终究还是只是抱着他，低下头吻了吻他的唇瓣。过了许久，他才放开白之意，低声沙哑道：“乖乖等我回来。”待雪幽尘离开后，白之意也没闲着，准备上山寻找食物。得知白之意要出去，白鹿虽然不放心，但看女儿坚定的神色，只能去找了自己大哥5阶的实力，再加上白之意自身也有一些实力，安危应该不成问题。白之意一边在路上走，手一边去碰一些草丛，吸收一些木系异能力量。路上看到了一些小山枣、山楂，白之意也没急着采摘，他先多逛一逛，找重要的食物。但逛到中午的时候，也没发现什么重要的食物，白之意只能先爬上树，从高处看一看。白硕看着妹妹要爬树，二话不说的带着她一跃而起上了树。白之意感慨道：“还是大哥厉害，5阶实力就是不一样。”白硕可不敢自夸，血狼王那才是真正的天才，据说一出生就拥有2阶实力，现在也才20岁，却都9阶实力了。白之意也知道，整个兽氏大陆现在9阶实力就那么几个。他突然间在远处山坡上看到了一片黄豆，白之意不敢置信的使劲眨了眨眼睛，确定是黄豆，整个人都激动起来了。他脑海里闪现出豆腐、豆浆、豆腐脑等食物，炖豆腐汤、炒豆腐，用豆腐炖鱼等等。而此时白硕也感觉到这一颗妹妹身上的气息变了，他顺着白之意的眼神看过去，只看到了一片草丛都泛黄了。那有什么东西吗？他怎么看都没看出来，但白之意却很激动，直接从树上一跃而下。去那边。白之意跑得飞快，白川虽然心中疑惑，但也一跃而起，跟随着白之意快速来到山坡的地方。白之意看着白硕道：“你先帮我看着周围有没有危险的野兽，我先把这些草的豆子采摘回家，还有地面掉的这些是黄豆，是食物。”白硕怔了一下，询问道：“你确定吗？这些都是草的种子？”虽然知道妹妹前段时间帮忙找到了新的食物，但这些黄豆看着太小了，在他的认知里，这些都是各种各样草类种子。他摘下来一颗放进嘴里吃，一点口感都没有，而且不够塞牙缝的，这种东西如何能做食物？白之意耐心解释道：“白硕大哥，这些真的是食物，叫黄豆，不是直接吃的食物，需要一步步制作才能变成食物。”白硕看着白之意脸上自信从容的神色，开口道：“我来帮忙一起采摘，会快一些。现在都已经中午了，时间不早了，早早采摘完，可以早点回家。”白之意把黄豆都装好后，又把砍的苎麻捆绑起来道：“我们可以回去了。这些黄豆泡好后，今天把石磨做出来，明天就可以做豆腐了。”就在这时候，白硕突然间感觉到什么，脸色大变，有魔气，我们快走。他拉起白之意便疯狂地往前跑，沙沙沙，空气中仿佛有一个尖锐的声音在操控什么。白之意只觉得这个声音阴冷无比，他一边跑一边转头看过去的时候，看到了2只周身萦绕着黑气的巨大野兽，这是被魔气侵袭魔化的标志。这2只魔化的野兽身形巨大，跑动间地面都跟着震动，眼看着这2只野兽一直追杀着他们，白之意凝神道：“我们不能将他们引到兔族部落那边。”白硕也意识到这一点，他用力量将白之意送到了树上，紧接着他迅速回神，手中的长刀横扫，劲气直接砍伤了一只野兽蹄子，随后弯腰冲着野兽划了过去，长刀直接从野兽下面划破，野兽疼得狂暴，继续朝着白硕攻击。另一只野兽则朝着白之意所在的树不断的撞击，白之意感觉整棵树都要被撞倒了。就在他准备动手的时候，白硕已经解决掉那只野兽，飞跃过来，身形速度极快，直接刺穿了野兽的身体。这只野兽也轰然倒地，白硕这才擦了擦脸上的血迹，他顾不得自己，担心的看着白之意道：“你还好吗？”白之意看着白硕的眼神，觉得他真的适合做兔族部落的首领，遇到危险反应极快，临危不惧，眼神坚韧坚定，身上有一种少年的锐气。白之意从树上轻松的跳下来，笑着道：“我没事。”他手上戴了一个手镯，这是雪幽尘给他的保命器，关键时候可以帮他挡去致命攻击。此地不宜久留，我们先回去。这2头野兽不知道怎么带回去，感觉很重。白硕耐心解释道：“被魔化的野兽不能吃，吃了后也容易沾染魔气，被魔气侵袭。只是正常情况下，迷雾森林交界的地方，结界每隔100年都会被雪狼族、雪狼王加固，如今却魔气入侵，可能结界出了一些问题，
这是白硕心中的猜测，具体怎么回事他也不知道，只是心中沉甸甸的。若是魔气一直侵袭，森林里的野兽都不能吃了，北区的食物就成一个问题。白之翼感觉今天跟白硕出来，倒是了解了不少事情，他心中有了猜测。其实很多兽人不愿意来北区，甚至有些部落都想迁徙离开北区。不光是因为这里气候、环境、食物的问题，还因为隔着结界近，容易被魔侵袭或者被魔族入侵杀了，是不是？白硕点头道：确实如此，但因为有雪狼族，雪狼族驻守在那边，一般不会出问题。但很多兽人还是觉得在别的区更安全一些。了解了这些，白之翼都有些心疼雪幽尘，好像他身上肩负的责任更重，而且这次魔气侵袭，也不知道那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。两个人一边讨论着，一边收拾了东西，快速回了兔族。回去的时候天已经黑了，而且天空打着雷，开始下雨了。待看到他们回来，白鹿和白川才松口气。白川默默上前，帮着妹妹把背篓东西都拿下来。白之翼看着大哥的样子，想到白硕斩杀野兽的样子，心想大哥五阶实力的时候，应该也是那个样子吧。自信从容，坚定勇敢。因为下午碰到魔气侵袭的野兽，所以白大山以及诸氏便来找白鹿一起讨论这件事。我们兔族部落的兽人也不能一直待在部落不出去，没有食物吃会饿死。可是若是再碰到被魔气侵袭的野兽，我们兔族的兽人也会更危险。好端端的，怎么会有魔气？会不会是结界的问题？应该不是。会不会有魔兽人藏匿在北区这里？好像猫族卡塞就有魔族的能力，说不定他就是魔兽人。眼下还是要以食物为重，再过几个月就入冬了，时间也很紧迫，也要多狩猎才行。要不组建狩猎队和采摘队，大家结伴活动会安全一些。就在他们讨论这些的时候，门口传来哭泣的声音，还有拍打院门的声音。一听这个声音，白大山一下子站起身，是格斯。白大山和诸氏都冒着雨打开门，看到果然是格斯。格斯一下子跪下来道：求求你，救救我阿奶吧！我阿奶她被雷惊着摔了一跤后就昏过去了，我怕我阿奶醒不过来。格斯还是个小孩子，此时都一副害怕的样子。白大山和诸氏赶忙拉起格斯，我们过去看一看，马上让白硕去找巫医大人。白之翼刚把黄豆用水泡好，想到自己会木系异能，也跟着过去看一看。待白之翼来到一个小山洞的时候，就看到了里面躺着昏迷不醒的一个老奶奶。因为有异能力量，所以她也有夜视能力，能看到老人家瘦的皮包骨头，一看就营养不良的样子。再看旁边哭着的格斯，据说已经12岁了，但很瘦很小，看起来也就8岁的样子。再看山洞空荡荡，院子也几乎什么都没有。白之翼才意识到部落的严峻情况比他想的都严重。巫医大人来了。只听有人喊了一声，紧接着一道惊雷闪过，白之翼一下子看到了从外面走进来的绝艳少年。他看着10几岁的样子，身姿修长挺拔，虽清瘦却很高，穿着一身黑色锦袍贴合着身体，走动间无声无息，仿佛笼罩在黑暗之下。他进屋一瞬间，视线恰好也落在了白之翼身上。那一瞬间，白之翼感觉全身的血液仿佛都凝固住了，有一种仿佛被什么给锁住的感觉。白之翼对上他的眼眸，只觉得他那双眼睛带着摄人的气息，专注看人的时候，仿佛能勾魂摄魄。白之翼一看便知道，此人虽然看着苍白虚弱，但实际上实力很强大。白之翼也无法判断他到底有怎样的实力。巫医大人，求求你，救救我阿婆！格斯一看到巫医到来，立马上前跪下求巫医。叶无兰伸手轻轻扶起格斯，轻声道：你阿婆不会有事。这回白大山也回过神来，低声恭敬道：林阿婆情况不太好，你帮她看一看，若是需要什么草药，部落的人去找。叶首领不必如此，我既是部落巫医，自当尽力救人。叶无兰上前来到床边坐下来，伸手给格斯的奶奶林阿婆把脉。屋内静悄悄的，谁也不敢打扰她诊治。之后叶无兰拿出银针来针灸，她手指的速度极快，银针仿佛带着一股力量。过了许久，叶无兰收了银针道：她的情况暂时稳定下来了，先让她好好睡一觉。明日我熬了草药送来，只是光治疗喝药没用，她需要吃很多食物才能养好身体。白之翼听着便明白，其实刚刚他给林阿婆看也明白，主要还是长期营养不良造成的。他也意识到部落里像林阿婆这样的兽人很多，部落就算是再有实力，也无法完全解决这样的情况。食物缺少，若是有能力的兽人弄来食物，都要接济部落这样的兽人。有能力狩猎的兽人就要挨饿，挨饿身体虚弱就无法狩猎，所以这对部落来说是一个难题。他还是要帮部落多找到一些新的食物才行。白大山道：多谢大人，明日我会送来一些食物。食物自然是从白大山家里送过来，作为首领，只能尽力帮衬部落兽人。叶无兰点了点头，既如此，便可存活下来。叶无兰起身准备离开，只是不知为何，他缓缓转头看过来，看了一眼白之翼，这一眼让白之翼有一种自己被勾魂的感觉，尤其他的视线落在了他的肚子上。你怀有身孕，这几日要多休息。白之翼将手放在了肚子上，不自然的想躲避他摄人的眼神。多谢巫医大人关心。叶无兰飘渺道：夫人不必言谢，若有什么需要，可以尽管来找叶某。
他撑起油纸伞，再次迈入雨中。白之翼收敛了神色，同时不知为何，紧绷的心这回松了口气。白大山安抚交代了格斯几句后，他也回去了。白大山和朱明以及白硕先回去了。白之翼用干草弄了个小窝，把可以孵化的鸡蛋放进去，不能孵化的鸡蛋就用来做饭吃。看着白之翼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，白鹿担心道：“是不是身体不舒服？”白之翼摇头道：“我没事，这些鸡蛋是受精的鸡蛋，可以孵化小鸡。到时候我们养在院子里，母鸡就可以下蛋，我们每天就可以吃鸡蛋了。公鸡养大了就可以杀了吃肉。”白鹿听着这番话，觉得很是不可思议。你是说这些鸡蛋在家里可以孵出小鸡来？白鹿惊叹道：“若是如此，这也太厉害了！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说法。只是用什么养鸡啊？还有，鸡会不会到处乱跑，灼伤部落里一些虚弱的兽人？”看到白鹿忍不住担心起来，白之翼安慰道：“你不必担心，小鸡刚孵化出来，很小很可爱，待大一点，搭建个鸡笼就行了。”白之翼将一些说法解释给白鹿听，白鹿这才放心。若真的像你说的这样，可以在院子里养鸡、吃鸡蛋，部落里能活下来的兽人就多了，也是大功一件。不过你泡的那些黄豆，真的可以做食物啊？白之翼故意卖了关子道：“我现在说你也不懂，明天你就知道了。不过需要白硕大哥帮我打一个石磨，反正部落不远处有岩石，可以用来打造石磨。”白之翼跟自己娘说了会话，终究还是忍不住问道：“那个巫医，他是我们部落的兽人吗？”白鹿摇头道：“他不属于我们部落，但对我们部落有大恩，救了我们部落很多兽人。”白之翼继续问道：“那他来自哪里？怎么就做了我们部落的巫医？虽然巫医通常在部落的地位比较高，但舅舅作为首领，也不至于对他毕恭毕敬的啊。”那个人身上全身上下透着神秘的气息，让人窥探不到一点信息。而且他看着他的时候，为何让他觉得不安？就好像猎人锁住猎物的感觉，也不知道是不是他的错觉。白鹿思索着道：“我也不清楚，光知道他是3年前上一任巫医带回来的人，当时就说他是下一任巫医。至于他来自哪里，我们都不知道。上任巫医是我们部落的人，他的话我们都很信任。如今的巫医医术比上一任巫医厉害，帮了部落很多忙，救了部落很多人。你别看巫医大人不怎么出现，但你大哥还有你二哥，一开始都是他帮忙保住的性命。你刚回来也发烧病了一场，人都没意识了，也是巫医大人救了你。在我们兔族部落，他就如同我们部落供奉的神。”白鹿说起这些来，都极为感激叶无兰。白之翼想了想道：“你知道他的本体兽是什么吗？”白鹿还从未想过这个问题，他解释道：“这个不知道，我们从未见过巫医大人露出本体，大家跟巫医大人接触不多，也只有部落兽人生病的时候，会请巫医来部落。”白之翼又问了一些问题，他娘都一一解释。白之翼看着知道了不少，但对这位巫医叶无兰的来历还是不知道，对他真正的信息知之甚少。但既然他是上一任巫医带来的兽人，还是他们部落的巫医，救了部落那么多兽人，他也无需怀疑什么。听着雨声，一夜好眠。第二天一早雨停了，白之翼顾不得吃早饭，便去找白硕搬了几块大的岩石回来。“你帮我打造石磨，你们也打造一个。”白之翼一边指导着，白硕边动手。很快，2个石磨就被打造出来了。其中一个石磨被白硕送回了白之翼他家院子中。白鹿一早跟白大山出去狩猎了，白川则在家里帮忙。他看着打造出来的这个石磨也很惊讶。白之翼解释道：“这是石磨，用来磨各种食物。一会磨黄豆的时候给你们示范一下。早晨的时候黄豆已经泡好了，这会就可以直接磨了。”当然，石磨打造之前，他在舅舅家就已经用水清洗了好几遍。之后，白之翼用水瓢舀着黄豆往上面弄倒进去一些，就开始转动石磨磨黄豆。下面出黄豆汁的地方放了干净的木桶，黄豆的香味就散发出来了。闻着这股香味，白之翼脸上都露出了笑容。食物最原始的香味就是好闻。白硕和白川简直都惊呆了，2个人愣愣地看着，震惊的好一会才回神。明明平平无奇的黄豆，闻着也没什么味道，这样磨出来却如此香。我来转石磨，我有力气。白硕自告奋勇，跃跃欲试，眼中都带着兴奋的神色。白之翼便让白硕磨黄豆，眼看白川也想帮忙，白之翼提前道：“你多劈点柴火，一会儿要煮豆浆，很快就磨好了。”白之翼往磨好的黄豆中兑水，然后过滤出豆浆汁来，倒进锅里烧柴火。白川烧火，白之翼则搅拌锅里的豆汁。很快豆浆煮好，白之翼舀出几碗来。白硕大哥，你们尝一尝。2个人此时激动又兴奋，也顾不得烫，吹着喝豆浆。这一喝，2个人眼珠子都瞪大了。好好喝，这也太好喝了，喝进肚子里真舒服，真暖和。白之翼倒是不着急喝，早晨吃了早饭，
他流出一部分豆浆，把另一部分豆浆点卤，点卤所需要的卤水。他从空间农家院里拿出来点卤，寿是没有这个，倒是可以用柠檬汁。紧接着，白之意用过滤出来的豆渣打上鸡蛋，他那几个豆渣蛋饼，他留了一些，然后用木盘装了几个，又拿了装好的豆浆去看林阿婆。格斯开门后，便看到了山洞内的巫医叶乌兰，白之意脸色都一变，提着篮子的手指都僵了僵。叶乌兰静静地坐在石凳上，上午的阳光洒落进来，让他背后都多了一丝朦胧迷离的感觉。他低声开口道：“来了。”他的声音沙哑轻柔，如同轻纱撩动心弦，让白之意一时间分辨不出他的情绪来。既然叶乌兰看到了，他也不能装作没来这里。他淡淡一笑道：“原来是巫医大人。”叶乌兰魅惑众生的眼眸里似噙着一丝浅笑，好整以暇地看着他。夫人随意便好，无需如此拘束。格斯不懂刚刚的暗涛汹涌，仰头看着白之意，露出崇拜的神色道：“白姐姐，你快进来！”多亏了白姐姐，她跟着部落里的哥哥姐姐挖了很多萝卜和蘑菇，不会饿肚子。白之意看着格斯的时候，神色温和了起来。怎么样了？格斯认真道：“白姐姐，巫医大人救了我阿婆，巫医大人很厉害。我阿婆刚喝了药，说身体都感觉好多了，这会刚睡下。”白之意看外婆没事了也松口气，人没事才是最重要的，不要想那些。家里有碗吗？给你带了一些食物。格斯眼睛一亮，赶忙去拿碗了。白之意将竹筒里的豆浆倒出来，一股香味就弥散出来，倒了4碗豆浆。还有，这是用鸡蛋和豆渣做的饼，你和你外婆吃。白姐姐，等我长大有能力了，我一定报答白姐姐。白之意笑着道：“你现在还小，不要想这些。现在最主要的是好好生活，小孩子家家的，不要皱着眉头那么忧愁。”看着瘦瘦小小的格斯，白之意心中也不是滋味。可这就是部落现状，他现在能做的也只有这么一点。他相信时间长了，食物多了，部落就会好起来。白之意跟格斯说话的时候，总觉得有一道视线落在他身上，他能感觉到那是叶乌兰。白之意硬着头皮道：“巫医大人，不妨尝一尝我做的食物，也想让巫医大人帮忙评判一下，不知可否方便？”叶乌兰目光落在他身上，眼尾一挑，白之意都没想到叶乌兰就这样答应了，所以他拿起一碗豆浆递给叶乌兰：“这是豆浆，用黄豆磨出来的。”叶乌兰伸手接过，不经意间碰触到了白之意的指尖，白之意仿佛被电着一样，手指快速缩了一下。好在在这极快的速度内，叶乌兰已经接过了碗。他喝豆浆的时候，动作都慢条斯理，极为优雅。他很高，白之意都要仰头看他，也不知道这样的人如何落入他们这样低等的兔族部落，还成为他们的巫医。叶乌兰喝了豆浆，神色一动，轻声道：“做的豆浆很不错，若是部落兽人多喝这样的豆浆，对身体有益。”白之意看着他，总觉得他知道很多。豆浆确实对人体有益，而且还很有营养。你怀着身孕，需要的食物也会很多，不过夫人也要小心。白之意脸色一变，总觉得他的话意有所指。小心什么？白之意神色一下子冷凝起来，他很清楚地感觉到叶乌兰话中有话。叶乌兰低头飘渺道：“夫人大概不知道雪狼王的情况，整个兽氏大陆也只有你有如此孕育力，能为雪狼王诞下子嗣，而且还是纯血统雪狼，并且天赋非凡。测试时大多时候很有用，但拥有神韵能力的话，测试时可测不出来。若是有人知道这些，会如何做？就是雪狼王也会有敌人，所以夫人要小心。”叶乌兰声音那么飘渺，仿佛从云端飘过，但他的话却让白之意全身血液都凝固了。待白之意回神的时候，叶乌兰已经消失在了原地。大白天的，他还非打着伞，诡异的很。但他的气息消散后，白之意才感觉凝固的血液开始流动。白姐姐，白姐姐，刚刚巫医大人是不是也觉得豆浆好好喝啊？格斯刚刚完全听不到巫医大人和白姐姐在说什么。白之意也意识到，刚刚叶乌兰用了秘法传音，只有他能听清楚。但他说的那些话，那些消息，也让他意识到一些是被他忽略的事情。所以他肚子里的孩子是一只小雪狼吗？他本以为是个兔狼兽呢，原来是小雪狼吗？想到睡梦里梦到的小雪狼那么软萌可爱，白之意心都要化掉了。无论如何，他都要变强保护好他的孩子。他要加速提升异能力。只是叶乌兰为何要告诉他提醒他这些？他这么好心的吗？白之意持怀疑态度。白之意回神道：“等醒来也让他喝豆浆。”白之意跟格斯告别后便回了家。此时白硕和白川正坐在木凳上陶醉的吃着豆渣蛋饼，看到白之意回来，两个人兴奋的围上来。“你回来了，接下来我们做什么？”白之意笑着道：“你们不用如此节省，想吃就多吃点，咱们还可以多做，以后咱们的食物还会更多，比这美味的还有。”看着白之意自信的神色，白硕和白川自然也相信他说的话，很是信服他。静置好了，接下来就是压模。白之意之前让白硕凿了一个大的模具，清洗干净，然后把静置好的东西放进去，用布包着压模具，上面压上石头，这样压一会，中午就可以吃豆腐了。白之意觉得食物足够的话，一天还是要吃3顿饭，这样营养能跟上。白硕和白川问他们接下来做什么。大哥，可以把这些苎麻皮撕下来。昨天把苎麻带回来就放在院子里没动，两个人全身都是干劲，快速的剥苎麻皮。苎麻皮剥好了，接下来怎么弄？白之意道：“先放水里浸泡，浸泡个几天后，我再告诉你们接下来做什么。”
待白硕和白川回来后，又闻到了一股香味，原来是豆腐已经压好了。白之义正在用刀切豆腐，白硕和白川看着豆腐都惊讶不已，都不知道怎么那些豆浆汁这样就凝固了，他们觉得很神奇。白之义切了2块豆腐给白川和白硕，你们尝一尝味道。白硕和白川感觉豆腐热乎乎的，放进嘴里咬了一口，真的又软又香。白硕激动道：“有了这样软的食物，很多牙齿不太好的兽人就不用担心咬不动食物了。”白川道：“就算是瘦肉剁细了，炖的时间长，一样软烂可以吃。”白硕一下子拍了自己的头道：“我差点忘了，现在不像以前了，现在大家学会蒸煮食物，可以蒸煮的时间长一些。反正木柴有的是，还有红薯，那也是又软又香，还带甜味，也好吃。每一样食物都好吃。”这是白硕的心里话，他看着妹妹，都觉得上午的阳光洒照在他身上，让他都带着神圣的光芒。白之义笑着道：“这才哪到哪，这山林里的食物多了去了。白硕大哥，回头你可以组织部落里的人一起去采摘黄豆，可以教大家磨黄豆，制作豆浆。至于做豆腐，还需要柠檬，回头采摘了柠檬，再教大家做豆腐。”白硕道：“那让大家每家打造个石磨，那样会不会太麻烦？”白之义道：“不必如此，可以部落一起搭建一个屋子，专门放石磨。部落兽人谁想用石磨就可以去磨坊用。等冬季来临之前，我们去集市兑换东西，甚至都可以拿着豆腐去兑换。”白硕激动道：“我怎么没想到，还是妹妹有办法。感觉今年我们兔族部落可以好好过一个冬天了，应该不会饿肚子。”想到这里，白硕感觉身心都轻松了不少，吃着豆腐，脸上都露出了笑容。中午，白之义做了萝卜豆腐锅，用萝卜豆腐五花肉炖的。白硕和白川每个人喝了2大碗。白硕有点愧疚感，感觉一上午什么都没做，就一直在吃。中午吃饭是不是有点浪费食物啊？白之义很理解他。若是食物充足的话，最好还是1天吃3顿饭，这样你身体有营养，才会有力量补充。否则你饿着肚子，都会没力气的。况且你不是也想着能早早突破6阶吗？多吃食物也有帮助，光早晨吃1顿饭，中午不吃，如果在剧烈活动狩猎，下午很容易饿。白硕点头道：“妹妹说的有道理，还是听妹妹的。确实吃饱了饭，很舒服，感觉身体力量也很充盈。”接下来的几天时间，白硕就带着部落众人采摘黄豆，储存黄豆。当然，白之义又在林子里发现了几样食物。白硕也带着大家在部落中间建了一个大的磨坊，放了2个大的石磨，方便以后磨东西用。就在众人忙碌着的时候，这天下午，雪游尘提着被绑着的卡塞出现在了白之义的面前。雪游尘出现的时候，白之义正在往罐子里放调好的白菜。这几天忙碌起来，他都差点忘记了雪游尘，所以当雪游尘出现的时候，白之义都愣了一下。雪游尘看到白之义的一瞬间，眼中克制的思念便如洪水泄洪一样涌了出来。他上前几步，来到白之义面前，伸手将他轻轻抱住，闻着白之义身上芬芳的气息，雪游尘才有一种真实感。他低声沙哑道：“想我了吗？”白之义闻着雪游尘身上清冽的冷香，也有一种安心的感觉。被他抱着这一刻，他发现自己是想他的。他身上清冷的暗香，淡淡的却很迷人，是他喜欢闻的气息。白之义乖巧地说着想那一瞬间，雪游尘都有一种将他揉进心口深处的感觉。白之义大概闻到了淡淡的血味，脸色一变，赶忙从雪游尘怀里出来，看着他，担心道：“你有没有受伤？我怎么闻到了血味？”雪游尘温柔地抚摸着白之义的头发，眼中温柔的都能滴出水来。他轻柔道：“没受伤，是别人的血。”听到这个声音，白之义这才注意到旁边被捆绑流血的卡塞。卡塞跪在地上，狠狠地瞪着白之义，眼神中带着狠戾和妒忌。若不是嘴巴里塞着东西，他可能都已经骂人了。白之义看着他道：“他是猫族兽人。”雪游尘眼中瞬间带上了寒意。他便是卡塞，猫族的事情已经完全解决了，他交给你来处置。他已经被废了经脉，没有能力，已经是废人了。还有，这是你大哥的天赋骨。雪游尘从卡塞身上取了出来，放在了空间界中。白之义看到了后，神色一动，如此他就可以让大哥恢复实力了。白之义心中都有些触动，他看着雪游尘道：“谢谢。”雪游尘轻叹一声道：“傻瓜，不用说谢谢。”他为他做任何事都甘之如饴。不得不说，看着卡塞跪在地上成废人的样子，白之义觉得很解气。他来到卡塞面前，蹲下身来，将卡塞嘴巴里塞的东西拿下来。卡塞直接破口大骂道：“白之义，你凭什么能得到雪狼王？你凭什么？”2个人旁若无人的拥抱，让卡塞都要妒忌的发疯。白之义，你是被皇城赶回来的假千金，是个废物，你个被兽皇抛弃的雌兽，被嫌弃的雌兽，你有什么资格站在雪狼王身边？雪狼王，你不要被他给骗了，他是所有人都厌恶唾弃的雌兽。你看看我，我对你一心一意，痴心不已。
我会只有你一个受夫。就算是这回，卡塞依然用痴迷不已的眼神看着雪幽尘，但雪幽尘连个眼神都不给他。雪幽尘的眼神都在白之翼身上，带着温柔的色泽。卡塞心中妒忌的要发疯，白之翼任由卡塞骂着也不恼怒，他只是一巴掌狠狠扇在了卡塞的脸上，卡塞一口血直接吐了出来，脸直接都被打肿了。你别想了，雪幽尘是我的受夫。卡塞狠狠瞪着白之翼，若是眼神能杀人的话，他恨不能杀了白之翼。你在皇城的时候，权贵雄兽们都瞧不上你，雪狼王怎么可能看上你？你是不是用了什么手段？白之翼听着这番话也没去反驳。前身在中区皇城的时候，确实是万人嫌，不过那也是被人给算计的，而且被放逐到北区路上，他还遭到了追杀。若非前身化身本体逃窜，估计早就死了。总有一天，他会把一切都讨回来。白之翼懒懒道：“你也可以这样认为，不过你对我既然这么了解，那我倒想问问你，之前是否故意针对兔族？你是故意挑中我大哥，故意害我大哥，是不是？”北区猫族附近都有很多兽族，有实力的年轻一代雄兽也不少。就算是卡塞要算计，也不至于那么巧的就挑中他大哥。况且卡塞竟然对他如此了解，若说这其中没有阴谋，卡塞听着这些问话，哈哈的笑了起来。白之翼，你想知道？我偏不告诉你。你以为你回兔族就没事了吗？简直太可笑了！白之翼，你太自以为是了，可恨了！没杀了你大哥，早知道我就应该早点动手。早点灭了你们兔族部落！卡塞猖狂笑着说着的时候，白之翼又一巴掌扇了上去。卡塞恨得要死，也动不了，他只能跪着。白之翼这回直接拿出刀来比划着卡塞的脸。你不说啊？那我就将你的皮一点点剥下来，从脸开始吧。卡塞脸上的表情一僵，看着白之翼冰冷的眼神，他看出来白之翼是认真的。你要做什么？白之翼笑了笑，当然是剥皮毁容。卡塞看向雪狼王雪幽尘道：“你都看到了，他就是个很辣的雌兽，你要看清他的真面目。”不要被他给骗了！他大喊大叫，可惜雪幽尘看都不想看他一眼。倒是白之翼回过神来，看向雪幽尘道：“我确实很坏，不是个好雌兽。你要是现在反悔也来得及。”白之翼并不是依赖旁人的人，跟兽是想依靠兽夫生存的雌兽不一样，他靠自己也能生活得很好。这几天木蜥异能增强了不少，假以时日，他便能恢复末世的实力。雪幽尘自始至终都是温柔的神色，坏一点好，别受委屈，被欺负了就好。雪幽尘上前轻抚他的眉眼，温声道：“我既是你的受夫，便永远是你的受夫，这一点什么时候都不会改变。他不会离开他，更不会后悔。你想如何便如何，不必管旁人怎么说。况且名声都是虚的。他的之意这么好，是皇城那些人愚蠢看不到他的好，这样也好，他都恨不能将他的之意藏起来。”卡塞简直不敢相信雪幽尘说的话，他用狠厉的眼神看着白之翼道：“你想知道，我偏偏不说。你哪怕杀了我，我也不会说。”就在这时候，雪幽尘身上一股强大的压力直接对着他压下来，卡塞直接趴在了地上，全身仿佛都要炸裂了一样。待他腿骨咔嚓碎裂的时候，卡塞尖叫出声，雪狼王这才把威压收了回来。卡塞趴在地上大口喘息着。是来自皇城的一个兽人联系我，让我这么做的。1年前他就找到我，要杀你大哥灭了兔族。他知道我拥有一半魔兽血脉，以此威胁我说我实力弱。那个兽人告诉我，我那一半魔族实力可以吞噬白川的天赋谷提升实力，待我提升实力便可以被猫族重视，号令猫族灭了兔族。那个人是谁我不知道，但我只能感觉到他每次说话很厌恶你，他的实力很强。白之翼听着这些，眼眸危险的眯起。皇城的兽人无非就是那么几个势力，那个兽人什么样子？卡塞摇头道：“我不知道，他每次都是兽人形，穿着黑衣，看不清样子。那布料纹路肯定来自皇城，而且他手中有皇城白家的令牌。”皇城白家，那就是白之翼曾经待的家族。皇城贵族兔族白家，也是真千金草银如今待着的家族。若说跟草银无关，他还真不信。白之翼继续问道：“前几天森林里出现了被魔气侵袭的野兽，也是你安排的？”卡塞点头道：“都是我做的。凭什么我拥有一半魔族血脉就无法在这里生活？凭什么魔族要被封在迷雾森林外？都是兽人，魔族的环境却要那么恶劣。”白之翼嗤笑一声道：“你竟然说凭什么？因为曾经你们魔族曾经攻入兽氏大陆，杀了那么多无辜的兽人，你们只知残害无辜兽人，就是你都想杀害我那一心一意对你的大哥。”卡塞愤怒道：“谁让你大哥有你这个废物万人嫌妹妹？是你得罪了中区皇城的人，是你连累了你大哥。若没有你，我怎么会知道你大哥是谁？又怎么会浪费时间算计你大哥？不过一般兽人就算是有好几阶的能力，都没有天赋谷，但你大哥有，正好能让我掠夺能力。
也能让你大哥发挥作用。卡塞一想到天赋谷，就一副贪婪疯狂的样子，那种力量丰盈的感觉实在是太让人激动了，那就是强者的感觉。如今被雪狼王取走了，卡塞心中特别恨，为什么雪狼王看上的雌兽不是他？他比白之翼强多了。白之翼周身笼上一层寒霜，他手中的刀直接插入卡塞的身体里，然后狠狠一脚，卡塞疼得尖叫出声，但因为刚刚就被折腾的没力气了，就算是声音都很小，但他对上白之翼冰冷带着杀意的眼神，这样的眼神让卡塞全身都狠狠哆嗦了起来。是谁说白之翼是废物的？这样的眼神怎么可能是废物？白之翼，你杀了我也没用，总有人不会放过你。白之翼嘴角勾起，带着慵懒的笑容道：那好啊，来一个杀一个。卡塞觉得这回雪幽尘总能看清白之翼真面目了。雪幽尘应该厌恶白之翼了，可他抬头去看，却发现雪幽尘看白之翼的眼神怎么还带了心疼的神色。卡塞尖叫着，白之翼又问了一些问题，把想知道的都知道了，这才放下刀。最后雪幽尘心疼的拉过白之翼，拉着他的手放进水盆里洗手。下次我让手底下的人动手，别脏了自己的手。雪幽尘轻声问道：可需要大哥回来亲自处理卡塞？白之翼摇头道：大哥根本不想见到他，对大哥来说，天赋谷拿回来了就好。雪幽尘点头，然后拍了拍手，两个雪狼属下出现，将人处理了。一个雪狼属下将卡塞带走了，一个将院子清理干净，清理好后也如同一阵风一样消失在了原地。雪幽尘看着白之翼脸色并不是很好，心疼的摸了摸他的头发道：还生气吗？就是在想事情。他在想皇城那个真千金草音的事情，若说跟草音无关，他可不相信。不过眼下不是去跟草音抗衡的时候，而是快速提升自己和部落的实力。思想到什么，白之翼转头看着雪幽尘道：你也看到了，我有些坏，这就是我真实的样子，你介意吗？雪幽尘温声道：傻瓜，这样就很好，只要别让自己生气受委屈就好。世界的规则就是弱肉强食，竖起刺来保护自己是最正常的事情。白之翼伸手一把抱住雪幽尘的腰，闻着他身上清凉的气息，他内心的情绪渐渐平复下来。雪幽尘，你真好。之意也很好。雪幽尘抱着白之翼，温声在他耳边解释一些事。还有猫族也不必担心，所有牵涉到魔族事情的猫兽都被处置了。至于几个无辜的猫兽被拔了利爪，分散一些杂居部落了，翻不起风浪来。至于卡塞背后的兽人，我已让人去调查了，不必担心，总会水落石出。这2天给你大哥用药调养一下身体，便可重新接天赋谷。简单的几句话就让白之翼心情平复，心情好起来。我知道了。思想到什么，他明媚一笑道：这几天你不在，我研究了新的食物，今晚我亲自下厨做给你吃。刚好做的红薯粉丝晒干了，娘和大哥都说等你回来一起吃。白之翼絮絮叨叨地说了这几天的事情，说得很详细。雪幽尘认真耐心地听着，看白之翼的时候，如画的眉目散发着温暖光泽，能让人如沐春风。大概没听到雪幽尘说话，白之翼放下手中的红薯粉丝，眨了眨眼睛道：雪幽尘，我在跟你说话，你怎么都不说？雪幽尘看白之翼转身看过来，他好笑地看着他：我在听你说。风轻轻吹过，有一片落叶落在白之翼的头上，雪幽尘轻轻伸手给他拿去，同时温柔地将他的发丝整理一下。白之翼眉眼弯弯地看着他，长长的睫毛轻轻扇动，如同铺开层层叠叠的阳光，照进了雪幽尘的心里。雪幽尘的眼神更加温柔了，只是他眼神中哪怕带着缱绻的神色，靠近他的时候依然克制得很。白之翼抬头看着他克己复礼、金贵克制的样子，似想到什么，故意问道：雪幽尘，你哪怕什么都不做，就有很多雌兽为你着迷吧？你说你做了我的兽夫，若一个个的雌兽都来妒忌我，可如何是好？雪幽尘听着他这番话，敛了敛神色，认真道：你跟我回雪狼族，我们举办节期大典，宣告天下，谁敢伤害你，便是雪狼族的仇人，不死不休。白之翼都被这番话给惊住了，本来他就是开玩笑想问问雪幽尘，哪想到他会如此认真。这样挺好。他可不想那么高调，从此之后就跟失去自由一样，依附雪狼族生活。不过还是要谢谢你。他能感觉到他对他的用心和呵护。我要的不是谢谢。白之翼眨了眨眼睛，踮起脚尖来，唇瓣落在了他的脸颊上。这个做感谢呢。雪幽尘身上清冷的气息仿佛一下子变了，温柔如画的眼眸也暗了暗。他说着，一把拦住白之翼的腰，拽进自己怀里，手臂收紧，然后低下头来吻了下来，一瞬间便夺去了他的呼吸。过了许久，雪幽尘才微微放开白之翼，他唇瓣贴着他的唇角，然后缓缓落下，然后在他的颈侧辗转，最后呼吸浮在他耳边，带着沙哑蛊惑的音调。我们回山洞。温热滚烫的气息缠绕在颈侧，白之翼根本招架不住。一旦回山洞，他知道意味着什么。他看似清冷不食人间烟火，可真正那什么的时候，他都有些承受不住。这一晚上他估计都不用出来了。白之翼赶忙回过神来，咽了咽口水，定了定心神道：一会儿娘和哥哥就回来了，先吃晚饭好不好？白之翼轻轻拽着他的衣袖，软糯轻甜道：我想给你做红薯粉丝尝一尝。此时他的嗓音本就有些哑，英明娇柔，带着撒娇的音调。雪幽尘心都软得一塌糊涂。此时他就算是要天上的星星，他都会想办法给他摘下来。他压下了身体里涌上的海浪，温声道：你说什么都好。白之翼暗中缓缓松了口气。一会儿我做好了，你尝一下味道，就知道很好吃。
只是可惜他暂时没找到辣椒。或许这几天都在部落附近转动，若是走得远一些，或许能发现辣椒。用辣椒就可以做很多辣料，做饭、做菜、做汤都可以放点辣椒调味，很下饭。但这里的兽人大概都没吃过辣，也不知道能不能适应辣椒的味道。但他喜欢辣，尤其冬天用辣锅涮肉会觉得全身都暖洋洋的。接下来白之翼就开始忙活了起来。雪幽尘看着他忙碌的身影道：“我来帮忙吧。”做粉丝汤很简单的，我先做萝卜丝饼。雪幽尘便给他打下手烧火。白之翼看着他清贵如玉、清冷如仙的样子，感觉烧火的话都有些暴殄天物。但雪幽尘坚持，白之翼便没拒绝了。接着用现成的豆腐炸豆腐泡，做好豆腐泡，他又炒了一些黄豆，撕了几块干净的白菜叶子，切了点鸭血，又将中午熬煮的骨头汤拿出来，这样待娘和大哥回来，直接下锅用骨头汤煮粉丝，把辅料放进去就可以。这几个大碗是我专门让白硕大哥帮忙做的，用来做汤盒。雪幽尘能看出来，做食物的时候，他身上仿佛散发着一层动人的光晕，而且这种食物，哪怕在别的区都未曾见过，还有那萝卜丝饼也未曾听说过。白之翼看着雪幽尘没动，用筷子夹了一小块萝卜丝饼吃进嘴里。我吃着没事。雪幽尘无奈轻叹解释道：“我不是怀疑，北区一直被认为物资匮乏，但你找到的这些食物，别的区都没有，这意味着什么？可想而知。”他的之意懂得很多，身上仿佛带着一层层神秘的面纱，跟调查的资料信息都完全不一样。白之翼听了这番话便明白怎么回事，笑着道：“其实北区物资才是最丰富的，这里会有很多食物，我还会做各种美食，也是中区皇城没有的。那些兽人都嫌弃我们北区贫瘠荒芜，那我们就把北区打造成最繁华、最热闹的地方。到那时候，那些兽人只会羡慕我们北区的兽人，不会再鄙视我们北区了。”雪幽尘看着他明媚的笑容，听着他的话，仿佛也看到了他说的那种场景，还真是让人心生欢喜。你喜欢什么，想做什么，应该让我来做，那样你就不会辛苦。白之翼摇头道：“我没觉得辛苦，做美食，吃这些食物是一件很开心的事情。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应该不应该的。你是我的受夫，你对我好，我也想对你好啊。我愿意为你做美食，我也愿意为你守护的北区做点什么。”让那些瞧不起他们的人都打脸，就如同他为了他解决了猫族的事情，也解决了卡塞的事情，甚至帮大哥把天赋谷带回来了。这些也都不是他应该做的事情，但他却都做了，帮他解决了后顾之忧，所以他内心感激，也想回报一些什么。你虽然是我的受夫，但你要是辛苦，我也会心疼，我也会舍不得。雪幽尘听着这番话，心神狠狠一震，他深深地看着白之翼，眼底仿佛有月色水光。这样的你，真想藏起来。他的之意是珍宝，他不想让任何兽人知道他的好，可他也知道珍珠蒙尘只是一时的，总有一天会有更多强大尊贵的兽人知道他的好，会争抢他。白之翼被他轻轻一拽，整个人落在他怀里，坐在了他腿上。他很自然地抱着他的脖子，刚准备说什么，门外传来脚步声，白之翼赶忙从雪幽尘怀里出来站直，立马一副正常的样子。我们来了。白川带一进屋看到了雪幽尘，表情立马收敛了起来。白鹿也回来了，他们都满载而归。雪幽尘很自然地跟着叫娘和大哥。白鹿和白川简直受宠若惊，哪怕明白雪幽尘是白之翼的受父，但看到雪幽尘他们还觉得有些不真实。此时白之翼正高兴地跟娘和大哥说着话，尤其大哥又砍了很多苎麻回来，还采摘了很多黄豆，最主要的是白鹿扛了一头活着的驴回来。你真的弄来了一头驴啊！白鹿看着闺女惊喜的神色，觉得自己很有用，赶忙放下这头绑着的野驴道：“你不是说用野驴可以拉磨吗？还画了样子。前几天专门找没找到，今天恰巧碰到了，我和你舅舅就抓了回来。不过咱们部落没有养野兽的先例，真的没问题吗？”白之翼开口解释道：“我们弄个驴棚紧紧拴起来就行了，平日用的时候拴在石磨旁边，让它转动石磨，到时候娘你和大哥就不用那么辛苦磨黄豆了。”白之翼想多做一些豆腐衍生品，类似豆泡、豆腐皮等，晒干放起来也能多放一些时日，不用每天都做这些，这样也能节省劳动力。前几天大哥都没怎么出门，就在家里磨黄豆做豆腐，好在部落众人知恩图报，出去采摘了食物都会送来一些。白鹿把驴用藤蔓拴好腿脚，白之翼便赶忙炖煮粉丝，浓浓的香味散发出来。白鹿和白川忙活了一整天，早就饿了，也顾不得形象，开始吃了起来。真好吃。白之翼看向雪幽尘，雪幽尘对上他的眼神，便知道他想问什么。他清雅一笑，温声道：“味道不错。”白鹿看着女儿女婿的样子，心中微微放心。他能看出来，雪狼王对女儿很用心，应该不单纯是因为责任才照顾闺女。雪狼王对白之翼应该有感情，有感情就好。白鹿吃饱后才开口说话道：“这种食物简直让人惊叹，若不是闺女教导做法，让他想都想不出来。不过咱们家里的陶罐、陶缸不够了，回头是不是可以用这些食物去及时兑换？”雪幽尘开口道：“娘和大哥需要多少？我让人送过来。”白鹿赶忙道：“那怎么行？
虽说雪狼王是他闺女的受父，但他们兔族跟雪狼族根本就不是门当户对，等级差别太大了。哪怕雪狼王看着对闺女有点感情，但雪狼族还有那么多族人呢。他这几天想起来的一些记忆虽有些模糊，但他知道他曾经天真的跟一个受夫去过皇城，后来发生的事情真实的打了他的脸。所以在白鹿看来，还是要自立自强。再说了，为了点陶罐陶缸就麻烦雪狼族，那就是给闺女添麻烦。雪幽尘刚想再劝说什么，白之意放下筷子，随意开口道：“不用那么麻烦，我找时间咱们把陶罐烧制出来就是了。”他这句话让白鹿、白川都惊呆了，就是雪幽尘手中动作都一顿，似乎都震惊了。陶罐还能自己烧出来？白川听着这句话，也是惊得瞪大眼睛。这个陶罐陶缸，据说是别的区某个部落掌握的一种能力，制作陶缸陶罐的方法是他们的秘密，只有那个部落一小部分族人知道，方法根本不外传，也都是一些商人运送过来，在集市上售卖，我们才能用东西兑换。他们部落也就他们几家有这些东西，有的还是娘年轻时候作为6阶实力，狩猎能力强，拿猎物以及野兽皮兑换的。白之意开口道：“待过几天抽个时间烧出来，你们就知道，其实烧这个很简单，并不麻烦。这些东西没有什么秘密。”白鹿心中震撼，好一会回神道：“若是我们部落真的能烧制陶罐，那我们部落就不一样了。要是我们也拿去集市售卖，绝对能引起轰动。”白之意认真道：“我们部落现在实力不行，匹夫无罪，怀璧其罪。我们实力跟不上，却掌握这种技能，会被别的部落抢夺灭杀。所以陶罐烧出来后，先部落内部用，待部落整体实力提升后，我们才能拿出一些东西去集市兑换，或者去集市摆摊。”吃完饭，白之意看着白川认真道：“卡塞死了，猫族的事情被解决了，你的天赋骨也被雪幽尘带回来了。我们打算给你调养2天身体后，给你把天赋骨接回去，这样你就能渐渐恢复实力。”白川听到这番话，浑身一震，简直不敢相信。白之意看着大哥的样子，他笑着道：“当然是真的。”此时雪幽尘也从空间界里拿出了天赋骨，白川立马就能感觉到那就是他的天赋骨。他眼眶一红，忍着眼泪道：“白川说着就要跪下，雪幽尘拖着没让他跪。我们是一家人，不必如此。”虽然如此说，但白鹿和白川都极为感激雪幽尘。随后雪幽尘手指一动，从空间界中又拿出了几样药材，解释道：“要修复天赋骨，需要一些药材，我带了过来。大哥先把身体调养几天，再接骨。接骨的时候，需要巫医来接骨。就算是雪幽尘拥有9阶实力，也不是医生，他无法替代巫医的职能。若是需要的话，我从雪狼族带巫医过来。”白鹿赶忙道：“不用那么麻烦，我们兔族有巫医，巫医大人也很厉害。”雪幽尘并不知道兔族巫医是谁，但既有巫医，便能帮白川接骨。倒是白之意想到了叶无兰，不知为何想拒绝，但看到娘和大哥的神色，想说出口的话便咽了回去。吃过晚饭后，白之意和雪幽尘去旁边他们的山洞休息。2个人都极爱干净，所以要先洗漱洗澡。雪幽尘先照顾白之意，待白之意坐在浴缸里的时候，雪幽尘走上前为他将水桶里的长发整理好，温声道：“我来照顾之意。”仿佛这是最自然不过的事情。殊不知白之意脸直接红透了。虽然今晚的月色不太明亮，可洞内还是洒照进一丝月光。要是雪幽尘什么都看清楚，那他简直都要羞死了。白之意感觉到浴缸周围都被雪幽尘的气息环绕着，心弦轻颤着。雪幽尘，我自己来吧。雪狼一族在夜晚的时候夜视能力极强，所以能把一切都看得清楚。雪幽尘目光暗了暗，看着他玉颊都带了红，便知道他害羞，遂低声道：“我就在旁边，之意需要什么叫我。”白之意快速的洗漱好，雪幽尘看着他湿漉漉的头发，先给他把头发弄干。其实不用，头发多擦一擦，自然晾干就行。你不是活血能力，贸然这样为我弄干头发，会对你的冰系力量有反噬。雪幽尘根本不听劝，他不在意这些。作为兽夫，他只在意能不能照顾好他的之意。只是提起火系能力，想到白之意若有一天有一个火系能力的兽夫为他烘干头发，为他做这些事，他便有一种要发疯的感觉。雪幽尘压下心中躁动的情绪，继续手上的动作，照顾好白之意后，雪幽尘才去洗漱。白之意便躺在床上有些发呆走神，想到一会可能会发生什么，想到曾经跟雪幽尘那一晚的场景，他竟然有一种心跳加速、口干舌燥的感觉。待雪幽尘躺上来后，白之意鼻息间都是他身上的气息，很干净很好闻，让人迷醉。白之意躺在床的最里侧，恨不能缩进里面，但听到雪幽尘清幽捕获的声音，他本能的往他身边挪动了一下。雪幽尘看着2个人之间的空隙，无奈一叹，伸手一把将他揽进怀里。他低头看着他，手指轻轻抚摸着他的唇瓣，低声在他耳边道：“躲那么远，在怕什么？”“我才没有怕。”雪幽尘看着他跟鹌鹑一样，轻笑一声，也不拆穿他，只是慵懒道：“那就是不怕。不过上一次，之意可是胆子大得很。”白之意心中忍不住呐喊：“啊，不知道啊。”别问他。刚穿越过来那天的山洞，他以为是做梦呢，所以胆大得很。现在他感觉全身都很滚烫啊。雪幽尘掀开被子，一个翻身，他腿压在他两侧，一只手压在他头的一侧，另一只手开始缓缓解开里衣。他明明气息带着禁欲的气息，可一举一动优雅中带着蛊惑。白之意看着他完美的身材，猝不及防的一股热血涌上来。